当叶晨在电话里告诉爷爷自己打算和安家一起成立长鹰汽车的事情时，电话那头的叶忠全顿时便泣不成声。而当他得知这名字竟然是叶晨外公的提议时，更是哭到不能自已。叶长鹰是他最疼爱的儿子，也是他心中永远无法释怀的伤痛。只是他一度以为只有叶家人会为叶长鹰的去世而心疼，安家人似乎一直都没把叶长鹰的死放在心上，甚至还在为安承熙的离世而怨恨他们。但没想到安家老爷子的心里竟然一直都有叶长鹰的位置，而且看来分量还很重。随后当他再听到叶晨邀请他来金陵与安家签约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任何迟疑，便答应下来。而具体的签约时间，叶晨并没有太过着急。这几天先由安家人来梳理一下高恒的相关资产和资源，等梳理好之后再签约也不迟。更何况叶晨还想留点时间造势，先对外放出风去，等安家与叶家联合成立汽车公司的消息震惊整个汽车行业之后，再让爷爷来金陵签约。而这么做的另一个目的，也是想让贺远江安心完成婚礼，度完蜜月，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耽误了原本的计划。一切确定之后，叶晨与贺远江从外公家里告辞离开。因为高兴，两人都喝了不少酒。虽然叶晨能够用灵气完全将酒精消耗掉，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感受着酒精带给大脑的麻痹感，心中思绪万千。他特地叫来洪武帮忙开车，先把贺远江送回家中。他与韩美琴已经同居，当叶晨送他到家门口的时候，韩美琴第一时间从别墅出来，见贺远江喝得满脸通红，也并未对叶晨有半分责怪，而是开口道：叶晨，谢谢你送老贺回来，你晚上没喝多吧？叶晨微笑道：没喝多，韩阿姨，贺教授也没喝太多，只是微醺，您不用担心。韩美琴点点头，搀扶着贺远江，对叶晨说道：要不要进来喝杯茶？我煮了青柑普洱，可以解酒。叶晨婉拒道：韩阿姨，太晚了，我就不上门叨扰了。外面风凉，您跟贺教授赶紧回屋吧，我们也回去了。韩美琴也没再坚持，点头说道：那你回去路上慢点，咱们明天晚上见。好，明天晚上见。叶晨对贺远江说道：贺教授，那我就先回去了。贺远江有些迷醉，但思维还很清醒。他看着叶晨，开口道：叶晨，咱们之前约定好的事儿，没有变故吧？没变故的话，我一会儿就跟你韩阿姨说了。叶晨知道贺远江说的事情是关于向韩美琴透露自己身份的请求，自己先前就答应他了，自然也不会反悔。不过他这时候挑眉一笑，道：贺叔叔，定好的事儿没什么变故，只是您作为未来的 CEO， 是不是考虑一下，请韩阿姨来做专门负责法务工作的副总裁？对一家大型企业来说，法务部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法务部门的工作涵盖的也非常广泛，其中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问题是重中之重，所以必须要有法律方面非常资深的高手来坐镇。叶晨相信韩美琴在法律层面的造诣，尤其她在美国从事法律工作多年，而未来长鹰汽车的发展方向是全球化，这也就意味着企业的法务部门必须要精通西方法律，一旦渗透到海外市场，海外市场的本土竞争者一定会用各种各样的法律陷阱来阻拦外来者，该国政府说不定也会用各种不公平的法案来限制外国企业的发展，遏制外国企业对本土企业的冲击。所以海外企业就一定要配备经验丰富的法务人员，随时做好起诉和应诉的准备。叶晨觉得保罗年纪尚轻，经验势必还有欠缺，更何况他自己有自己家族的律师事务所，自己不可能让他放弃自家的事业，所以先把韩美琴引入到长鹰汽车负责法务工作，绝对是最佳的解决方案。韩美琴此时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两人在打什么哑谜，甚至还打到了自己身上。于是他疑惑地问：叶晨，你说让我做什么法务副总裁？你难道要创业了？叶晨笑道：韩阿姨，
这个还是让贺教授回去后慢慢跟您说吧。说完，他问贺远江：贺教授，您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贺远江了解韩美琴，也知道韩美琴的专业水平，如果她真能加入长鹰汽车，那绝对是如虎添翼。正好韩美琴现在已经完全退休，每天除了去老年大学义务教课，就是锻炼身体、种花种草，时间非常充足，只是不知她会不会答应。于是他便对叶晨说道：你放心，我一会儿跟你韩阿姨好好聊一聊。韩美琴见两人一直不说明，便笑着对贺远江道：你们俩到底藏了什么秘密，还卖起关子来了？贺远江故作神秘地说道：有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咱们进去说。好。韩美琴点点头，两人与叶晨告别，见叶晨上车离开之后，才返回别墅。回到家，韩美琴扶着贺远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地上提前备好的茶水，开口道：老贺，你跟叶晨到底在密谋什么事呢？贺远江认真道：老婆，我打算从学校离职了。离职？韩美琴惊诧不已地说道：你之前不是说打算一直教书教到退休吗？怎么忽然就改主意了？贺远江感慨道：教书育人固然能帮祖国培养下一代，但比起工业强国的路线来，还是有点委婉了。叶晨要投一个新能源汽车企业，邀请我做 CEO， 我答应了。韩美琴都听傻了，下意识地说道：叶晨他要投资新能源汽车企业，那动辄上百亿的投资，他怎么投啊？100亿？贺远江摆摆手，100亿不过就是个入门级，人家的计划总投资应该在3000亿人民币以上，第一期投资就超过1500亿，而且叶晨占了一半。韩美琴瞠目结舌地看着他，半晌才道：你给我都说晕了。老贺，叶晨虽然挺有能力也挺不错的年轻人，但他怎么可能投得起这么大的企业？你俩是不是今天一起喝酒喝上头了？贺远江看着韩美琴，问他：老婆，你和保罗的父亲当年在美国创业的时候，没少接触美国的金融圈、创投圈以及大型企业。你回想一下，当年你在美国听说过的在金融圈、创投圈最有名气的华人是谁？韩美琴不假思索地说道：那肯定是安家的安承熙，他跟咱们岁数差不多，我们还在一点点拓展客户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是半个硅谷企业的天使投资人了。许多经典案例都是商学院的教材范例，都说他是女版巴菲特，可不是说说而已的。说着，韩美琴又道：安承熙应该是你的校友吧？我记得以前咱们聊天的时候你还说起过。对啊，贺远江感慨道：安承熙是我的同窗，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偶像。韩美琴诧异地问：咱们不是在聊叶晨投资汽车产业的事情吗？怎么聊到安承熙身上了？贺远江看着韩美琴，无比严肃地说道：老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但是你要先向我保证这个秘密，你除了保罗之外，不能向任何人说起。韩美琴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道：你放心，既然是秘密，我连保罗也不会告诉。贺远江道：其实保罗也有必要知道，毕竟咱俩已经领证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算是我的继子，我们是一家人。韩美琴点头道：既然是你要把秘密分享出来，那么告诉谁或者不告诉谁，都由你来做主。贺远江微微点头，对韩美琴说道：你不是好奇叶晨为什么能投得起上千亿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吗？那是因为叶晨就是安承熙的儿子。你说什么？韩美琴瞪大眼睛，惊骇不已地说道：叶晨是安承熙的儿子？老贺，你等一会儿，你说的叶晨就是刚才送你回来的叶晨，常坤的女婿叶晨，对吧？贺远江点头道：没错，就是他。韩美琴继续问：这个叶晨就是安承熙的儿子，安家的外孙？贺远江再次点头，又道：他不仅是安家的外孙，还是现如今燕京叶家的家主。你常年在美国生活，可能只听说过他妈妈安承熙的名字，对他父亲并不了解。他的父亲是当年在华夏大名鼎鼎的叶长英。叶长英？韩美琴惊呼道：
就是那个敢于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且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来有回，丝毫不落下风的叶长英。贺远江非常笃定地说道：没错，就是他，你认识的叶晨，也就是刚才送我回来的叶晨，萧长坤的女婿叶晨，就是叶长英和安承熙的独子。不止叶家是叶晨的，金陵的帝豪集团也是叶晨的。韩美晴都快眩晕了，下意识地问：帝豪集团也是叶晨的？这可是金陵本地最大的企业啊。贺远江微笑道：何止是帝豪集团，知秋工作的伊苏航运你知道的，现在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这1-2年来，航运价格水涨船高，伊苏航运的利润高得吓人。这家企业表面上看好像是苏家和伊藤家族合资的，但其实叶晨才是幕后真正的大股东。韩美晴揉了揉太阳穴，感慨道：我的天，这也太夸张了。是很夸张。贺远江笑了笑，继续道：哦对了，现在为伊苏航运武装护航的万隆店你应该也听说过吧？韩美晴看着他，试探性地问：你该不是要告诉我万隆店也是叶晨的吧？